这台显示器其实不是我突然决定想买的，而是在它今年发布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在等苹果拿出这样一款产品。我之前一直在关注的是上一代的 Pro Display SDR， 而且必须承认，就算到今天，它依然是一台非常强的显示器，尤其是在 HDR 方面。相信做 HDR 内容的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水平，但是我一直没有买，也不是因为它不够好，更多的是因为它还差那么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它已经发布了很多年了，当你准备花这样一笔钱的时候，很难不去想，会不会我刚买完它就更新了。所以它一直是一个我很认可，但始终没有下手的选择。直到这一次 Studio Display SDR 发布之后，我几乎是第一时间就下单了，因为这一次它开始补齐的不是单纯的参数，而是那些真正影响创作者体验的东西。而且这次我没有买带官方可调节支架版本，而是买了带 Visa 转换器的版本。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可以移动的工作站，就像这样。那么这一期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开箱。顺便也想问一下大家，一台显示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参数还是它的体验？大家可以在屏幕上打出你的答案。好了，今天就请出我们的主角，这台苹果的 Studio Display SDR 显示器。那么下面我就进行一个简单的开箱。首先，这台价值25,000元的显示器，它的重量在我刚拿到手的时候是很沉的，我这样提起来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沉。然后它的包装应该跟那款不是 XDR 的显示器好像是一样的，尤其是它这个正面的包装，只能通过上面这个字来看出来它是 SDR 还是非 SDR 的显示器。因为可能大家之前看我视频，我已经说过了，我买的并不是那款带支架的版本，而是这款 Visa， 它的后边是这样的，这个是用来连接 Visa 支架的。我为什么没有买那个支架版本，而是买这个 Visa 的版本呢？主要是因为我可能想把这个显示器装到一些移动的支架上，而不是简单的放在桌面上。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来说会更加方便一些。那款自带支架的版本，其实从价格上来说的话，还是很合适的。因为之前那款支架本身在 Pro SDR 的时候，那一个支架就好几千块钱。它的这个包装其实还是挺精致的，然后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可以打开箱子的一个封口，我把它撕下去就可以把这款包装打开了。OK， 那我们正式进入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现在把这个箱子也打开吧。我从上边可以这样打开，然后把它拿下来，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它的屏幕。因为我现在是在这个桌子上不太好打开，我下面把这个盒子放在地上，我们再继续开箱。我把它放在地上，这样的话开箱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按照刚才先把这个打开。这个显示的就是这个显示器。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在包装上面有两个箭头，这个箭头写的是往左，我这样一掰，这个箭头显示的是向右，我往这儿一掰，然后这个的话，下边它也是可以往下一掰，然后这个显示器应该就可以拿出来了。OK。这个就是这块显示器，现在就把它拿出来。重量还是有一些重量。那这个就是它的正面，这是它的反面、背面。我先把这个显示器放在一边，然后除了显示器以外，还有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它的数据线吧，应该是一根雷电5的数据线。这次苹果的这款 SDR 显示器，它是带的雷电5的接口，所以它相对于老款其实提高还是挺多的。除了尺寸以外，
这是这条雷电5的数据线，好短呐，这个雷电5线，它是编织线，手感比较软，但是太短了这条线。我稍微有一些长距离的数据传输的话，应该这条线是不够用的。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吗？没了吗？就只有这些东西吗？它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这个显示器的内部就非常的简洁，就只有一块这个屏幕，然后是一条编织线的雷电5的数据视频线。然后它这个显示器的背面呢，还有保护的地方，应该是安装 Visa 的底座，在安装的时候是可以用它去进行安装的。我现在把它打开，它这儿有一个小揪揪，把它这么一拿，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完整的把这个包装拿下来，就不至于把它破坏掉。哦，这儿还有一个电源线，是它的，再加上这个雷电线。OK， 那这个就没有用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Visa 的转接底座是在这儿了，可以连接我们的 Visa 这种摇臂，还有说这种桌面支架。然后这个电源线好像是拔不下来的。接下来我是想把显示器装在这个移动的支架上，然后稍后再转移到别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支架。那我现在把显示器装到 Visa 支架上。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个移动的支架柱，它的默认带的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机械臂，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白色的机械臂和我之前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乐高的这款相比的话，感觉之前的这款黑色乐高的可能更结实一些。那我现在就把它跟显示器的 Visa 支架转换器进行一个连接。好了，这个支架的摇臂这边就装完了，然后稍后我把它安装到刚才这个移动的支架上。那我现在把这显示器装到这个摇臂上吧。这个支架我已经装完了，我把这个显示器的这个包装纸也给它摘下来吧。这个装完支架之后，它的后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支架它还是比较丝滑的，所以我刚才稍微用一些劲儿，它就下来了。这个是它的背面，它因为比较早了，噪音比较大。然后这个就是显示器的正面。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比较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把显示器前面的屏幕上的这个贴膜给它撕掉。那我们到第二个比较兴奋的时刻，就是给这个显示器撕膜。那我下面把它显示器的这张膜给它撕掉。那这个显示器膜撕掉之后，现在这个就是显示器的本体的屏幕，就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背面，非常棒的一个做工。它的背面的话就只有4个接口，这2个接口是雷电5的接口，这2个是 Type-C 10G 带宽的接口。然后接显示器应该是接这个雷电5接口，应该是用来去菊花链其他显示器的。稍后我也会试一下它能不能去连接其他的显示器，比如说海信的或者说小米的那个显示器，是否可以用它也串出来。有这个支架的话，我就可以随时带着这个显示器，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它自带的那个支架要更方便一些。
用这个支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旋转会非常容易。我们如果想用的话，也可以这样竖屏去做，非常方便，就可以切换到竖屏，而且是非常丝滑。我将这个显示器带的这个雷电5这根线接到它的显示器的这个接口，然后雷电5的这一端呢，稍后我会连接我的 MacBook Pro 它的那个雷电5接口。这一代它的名字其实也改了，叫 Studio Display SDR， 但它本质上其实还是 Pro Display SDR 的一个延续，而不是完全推翻重来。因为上一代其实本来就可以做 HDR 视频创作的，而且就算到今天，那台显示器依旧很强。不过这一次，它变得更强了，将之前很多的短板也都补上了。可以说，除了尺寸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在升级。比如这次分辨率是 5K， 虽然不是之前32寸 Pro Display SDR 的 6K， 但是其实它的清晰度是一样的。而且这一次是 5K 加120赫兹加 HDR。加 Mini LED 加各种实用的参考模式一次性都给全了，亮度也相对于老款的 Pro Display SDR 获得了较大的提升。可以说这种组合，说实话现在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它的定位其实非常准确，就是内容生产者，尤其是对 HDR 调色有刚需的内容创作者准备的，而不是单纯的用来娱乐的机器。这里也可以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有这台显示器，同时拥有了 5K 120赫兹 HDR 和这么高的亮度以及精准的色彩调教，你会把它当做一个工作设备还是娱乐设备呢？欢迎大家打在屏幕上或者弹幕上。再说它的背光系统，上一代 Pro Display SDR 仅依靠这576个分区就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出色的效果了。这一代升级到了2304个分区，可以说它肯定会带来更加精准的控光和更高的对比度画面。在亮度上，无论是 SDR 还是 HDR 的亮度都有所提升。在 SDR 模式下，这款显示器能够持续输出高达1000尼特的峰值亮度。这里而且要注意，它说的是持续输出，而不是仅在短时间内达到此亮度水平。这一点其实就很强了。在 HDR 模式下呢，它更可以达到2000尼特的峰值亮度，而且也是可以长时间保持的。对于经常处理 HDR 剪辑或者达芬奇调色的工作流用户来说的话呢，这两点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亮度水平的提升呢，也可以更真实、更好地还原高动态范围素材的细节，可以让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获得更好的颜色控制。在高光和暗部的层次上呢，也会更加清楚。而且这一次还有一点，它加入了一颗 A19 Pro 芯片，专门用来做这些画面的实时调节。它的算力甚至比那台苹果新出的 MacBook Neo 还要更强，可以说放在一台显示器里，这颗芯片是相当夸张的，也可以带来更好的效果。另外，这次摄像头、音响系统其实做得也不错，这些我会在后边的内容中会单独细聊。所以大家在选择显示器的时候，除了看重画面画质以外，是否也会在意这些附加的，比如说摄像头、音响以及一些接口这些附加的体验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其实刚才在开箱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看到了，我这次选择的是带 Visa 转换器的版本，因为我希望它可以适应不同的使用环境，而不是固定在一个固定的桌面上。我更想把它做成一个可以移动的工作站，正好配合我这款可移动的显示器支架，在家中呢可以推到任何想要使用的地方。当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待腻了，可以直接换个地方，换个心情继续工作。这种自由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想达到这个效果，只需要配合一个类似于宜家的这种升降桌就可以实现了。而且这次还有一个点非常有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苹果在刚发售的时候，它的售价，我指的是 Visa 版本的售价，和带可升降支架版本的这个售价是同一个价格。当时很多人都说买 Visa 版本太不合适了，因为价格上它和可升降支架版本一样，但是其实那个可升降支架其实是应该更贵才对。而现在苹果把 SDR 显示器的这个 Visa 版本的价格下调了3000元，这一下性价比就出来了。也就是说，现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方式去选，没有必要为了更合适或者怎么样的原因去选择。如果你是固定桌面的话呢，
官方的可调节高度的支架版本其实也是完全够用的，而且也很方便。但如果你像我这样有移动办公的需求，那么 VESA 转换器的版本可能会更加灵活，也更加适合你。而且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好消息，在我其他视频中也跟大家说过，那就是说，如果你是在之前未降价前买了 SDR 显示器的 VESA 版本，其实是可以联系苹果去退差价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加分的。那么这里也顺便问一下大家，如果你们选择这款显示器，你们是会选择原厂的可调高度的支架版本呢，还是像我这样直接上 VESA 转换器的版本？大家可以在弹幕中打出你的选择，让我看看大家买哪个的可能性会比较多一些。哦，对了，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VESA 版本的降价信息只限 SDR 显示器，就是这款 Studio Display SDR 显示器，是不包括这一次新出的这款 Studio Display 2代的显示器，就是那款 SDR 的显示器，它是不包括在这个降价里边的。在装好之后呢，当我第一次真正坐下来使用这款显示器的时候，其实有点出乎我的预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并没有那种特别炸的第一眼冲击，甚至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夸张嘛。但是当你多看几秒之后呢，你就会意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它不是亮，而是很稳。比如它的高光调教的就非常的成熟，该亮的地方能亮起来，并且层次还在。它的颜色呢，也不是那种特别讨好的风格，而是特别克制、准确，并且耐看的那种风格。所以你看久了这款显示器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画面其实是很完整、很准确的，并且哪里感觉不太对的感觉是不会存在的。而且你会慢慢的意识到另外一件事情，对于 HDR 显示来说，其实不只是亮度要达标，颜色准不准也会直接影响你最后看到的画面。尤其是用它作为工作调色的依据，那么它的准不准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具体的颜色还有它的一些调色方面的一些感受，我会在下一期单独详细去讲，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么这里也希望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那就是你如果选择显示器，或者你在使用显示器，你是更喜欢那种特别艳的，还是喜欢更加色准更高一些的显示器？大家可以在弹幕中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当然这里如果你也更喜欢这种不那么刺激，不特意讨好眼球，但是呢颜色精准度特别高的画面，也可以点个赞让我知道。那么到这里其实也要说一句非常现实的话，那么就是这台显示器其实是比较挑人的，它的本质上是给创作者准备的，或者是给内容生产者准备的，尤其是对于做 HDR 视频、摄影和内容生产的这一类人会更加的适用。如果你只是想用来娱乐，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上到这个级别的显示器，尤其是这款，意义不大。因为现在很多3-4千元左右的 Mini LED其实做的已经是非常好了，也是非常够用了，你甚至不能感觉出来有太大的差别在娱乐方面。比如我之前体验过的海信 GX， 或者说海信 G7U， 或者还有之前体验过的小米 G Pro 27U， 这些显示器其实单纯从娱乐角度来说的话是完全够用的。大家如果感兴趣这些显示器呢，也可以去我的频道里去看一下，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我也计划将它们和这台显示器，就是这台 Studio Display SDR， 在后面的几期节目中呢，放到一块儿做一个对比。感兴趣的别忘了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儿。这一期呢，主要还是先跟大家开个箱，顺便聊一下我刚上手这台 Studio Display SDR 的一些第一感受。但说实话，这台显示器能聊的东西其实很多，远远不止现在说的这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会高强度的使用它一段时间，把它真正放入到我的日常创作流程中，包括用它去进行调色，做 HDR 杜比世界内容的时候呢，看一下它到底是否顺手，会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注意什么，为什么它的色彩参考模式这件事儿这么重要，还有它接 Windows 兼容性如何，打游戏又是什么体验。当然这里边也会涉及到新增的这个麦克风、摄像头以及音箱，这些看起来是附加的东西，它到底做得怎么样，
还有呢，我也会将它和我手中的一些其他显示器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差距大不大。这些内容呢，我都会在后面一条一条慢慢讲清楚。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先点个关注，后面我们慢慢再聊。然后最后呢，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一些比较现实的东西，像我的频道的这些长视频本身其实就不太好做，耗时比较长，再加上我基本每一条都在尽量用 HDR 甚至杜比世界的格式去做，去调色，还要兼顾不同设备之间的一些兼容性，所以呢，从制作到输出，其实整个流程还是挺折腾的，所以它的更新节奏不会那么快，也请大家体谅。而且说白了，这种内容在流量上其实还是有点吃亏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现在的平台环境，其实短视频、SDR 内容，甚至呢节奏快的一些内容，肯定更容易被推。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其实有点反着来的感觉。但是呢，我还是想把它做好，因为我一直觉得，既然大家手里已经有了更好的观看设备，那这些设备的能力就不应该只是亮起来，它应该被用来看到更完整、更真实的画面。所以哪怕这条路慢一点，流量少一点，我也觉得是值得的。这也是我一直在坚持做这类视频的原因。也希望你手里的那块屏幕，不只是来看个亮，而是真的被用到了极限，至少呢发挥了它应有的价值。如果你认同这一点，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唯一的账号大V快飞。我在我的频道里呢，也放了一些这款显示器的评测画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开我的主页和我的视频去查找一下，提前体验一下这款显示器的一些视觉冲击感。OK， 那我们下一期见，拜拜。